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 PS 的《恶魔城年代记》。本作发售于2001年，实际上它是1993年夏普个人电脑版《恶魔城》的重置，而夏普个人电脑版的《恶魔城》实际上是红白机版的重置，所以说本作是重置版的重置版。由于经过了2次的重置，并且主机也进行了2次的迭代，所以说游戏可以说是面目全非了。只有第一关和红白机版还几乎一致。游戏有2个模式可以选择，一个是原始模式，另外一个是我现在玩的改编模式。2个版本最大的区别是主人公的外形不一样。改编版主人公的头发是粉红色的。另外呢，操作的手感改编的版本更加灵活，鞭子的攻击方向非常丰富，而且跳跃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方向来掌握落点，所以说改编的版本的手感更接近于后期的恶魔城。这个地方可能很多小伙伴记得，右下角的砖块如果抽碎的话，里边是有一个肉的，但是这个版本如果你把里边抽碎，会跑出好多的跳蚤男。这里我拿到了时间暂停，时间暂停至少可以用2关，包括对 BOSS 都是生效的。熟悉元祖恶魔城的小伙伴对本作肯定看起来就不陌生了，包括各种副武器。这里是捡到了一个全屏的攻击，可以进行清屏。大家注意右上角，它显示是第3关，但实际上它的技术是一个版面的技术，不是关卡的技术。这个流程比红白机版要长很多了。本关是第1关，游戏的场景名称叫做修道院， BOSS 是老熟人了，巨型蝙蝠，2个定时带走。我还捡到了一个加强副武器威力的道具，最大等级是3级，心数还剩50个，但是这个东西是带不过关的，一会儿结算的时候就给我强行没收了呀。看一下恶魔城的地图，看地图就知道了，第2关的场景是地下水路。游戏当中也是有一些隐藏的要素的，包括隐藏的增加副武器威力的道具、回血的道具、加分的道具等等。但我还是那句话，原始版本的恶魔城是动作游戏，很多的道具你捡了之后对人物的实力没有加强，所以很多隐藏我可能不拿，但是路过的时候会给大家提一下。这个蝙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呀？不讲武德呀，攻我下3路啊！我以为他钻到背景的地面里边就走了呢，结果从下方给了我一下。这个场景实际上是有分支路线的，咱们可以走现在的上路，也可以从刚才那里跳下去走下路。感觉难度上都差不多呀，但是从上路走的话，能够进一个隐藏的商店，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其实也没什么营养，但是我现在的血量掉了一滴，
所以说最好去搞一个回血的道具。这里的十字架我就不要了，下一关再说。跳起来之后，鞭子可以向斜下和下方抽。定时定了2次，有点浪费。这里就是所谓商店的位置，你抽它的话，它就会换。好的，把血量回满。这里等一下，前方这个位置注意，一定要低头，不低头的话会被卡下去的。这里咱们的木筏会被上方落下来的落石给砸碎，后面还会换一个，下方还有鱼人捣乱，所以这个地方最好就是用定时，定时的话鱼人就消失了。我用了3发定时，要弃船了。踩着这个木筏，后面就是 BOSS 战。BOSS 同样也是吃定时的，咱们定它2次就差不多。好大的一只古龙啊！这个古龙还是有特点的，它的弱点是头部，但是你每抽它一鞭子，它是有一定的无敌时间的。抽完之后你要稍等一下，然后再抽第2下。连续抽的话，很容易造成攻击挥空，反而会影响你的输出效率。我说的已经够细了吧？小伙伴如果自己玩的话，打到这里也要注意。反正我打 BOSS 的套路都不是很高级啊，都是很平民化的打法，简单易用，老少皆宜，也没什么很高深的操作。你让我搞高深的操作，现在也不现实了，我的手速也跟不上，反应也跟不上，所以很多的打法看起来就是逃课呀。好，这里出现了一个经典的组合，鹰带着跳蚤男，树里出现怪物这个设定，我好像在街机版见过，街机版之前也给大家录制过。这个地方注意定下时，因为喷泉里边出现很多的水精灵。算是把这个场景混过来。前方射箭的石雕像，这不是射箭的石雕像啊，这就是射箭的石流氓啊，衣服都没有。这个场景就十分的阶级化了，可能是借鉴了街机的版本。我还是习惯拿定时，用来过版面的时候太方便了。哦，出现了泥做的妹子吗？好像是，可惜啊，是泥做的。我放了好多定时，哇，这里啊，算是我送上去了。我感觉我跳起来能够打到那只乌鸦，结果确实打到了，用头撞到。虽然实现的方案和我预想的不大一样，但也算是达到目的了。
一辈子就是这样，种瓜得豆。好大一只虫子，看起来像绦虫。但是它是趴着的，所以咱们看不见它头部下方的钩子。我小的时候记得还有什么打虫药之类的。这里定时该放就放，因为 BOSS 已经不吃了。第3关的场景叫做庭院。让我想起了中央庭院啊，或者是花园，但是后半的场景看起来就深入了城堡的内部。这里有一个隐藏，拿这些隐藏真的耽误时间啊，而且只给了2000分，没有营养啊。BOSS 战了 ，BOSS 是一个巫师。他有很讨厌的一点，就是他攻击你的时候不一定会打掉你的血量，有可能会打掉你的心术，也有可能把你的鞭子变短，就是把你的强化道具给打飞了，把我的鞭子变短。所以说这是一个女巫师吗？战斗了半天，然后我的鞭子就短了。男巫师达不到这个效果呀。啊，不对，男巫师也能达到这个效果，让你根本没有战斗的欲望，就鞭长莫及了呀。这个 BOSS 打的还算顺利吧。最让我庆幸的是没有把我的鞭子变短啊，我还得拿它去战斗呢，是吧？后面还有很多的战斗等待着我挥舞着鞭子去完成。40岁不算老啊，老当益壮属于是。第4关大教堂 ，BOSS 刚才通过剪影也能够看到美杜莎。而且这里出现了经典的小怪，美杜莎的头，移动轨迹是波浪形的。我感觉怎么去躲美杜莎的头，这个技能已经刻进了我的 DNA 啊。副武器换成了飞刀。因为本作的美杜莎被飞刀克制，这里算是一个隐藏的房间，可以直接从墙走进来。除了几个心之外，下方的4个蜡烛是4种副武器，有一个回血的道具，还有一个加强副武器等级的道具。这个地方小心一点，有红骷髅。这个红骷髅是怎么出现的呢？雕像留下来的血的眼泪滴在地上，就会变成红骷髅。清完了，快点往前跑。这里是有一个隐藏的加分道具的，咱们优先把下方的枪骑士清掉，然后从枪骑士的右方跳到坑里，就会拿到一个4000分。加分的道具好像是一个闪光的摩艾军的头像，但是才4000分啊！要折腾我这么半天，我觉得不值啊。所以呢，刚才我拿到了隐藏砖块里的3级的加强副骑威力的道具，我觉得这才比较实用。所以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。躲这里的机关要小心一点，
躲完了之后，咱们的走位啊，不要走到柱子的中间。中间这个地方几乎全程都是带有伤害的，因为飞刀在左边转到右边，贴图出现了，它的攻击判定就又出现了。所以说走位的时候躲着点中间。有几只至古的骷髅。至古的骷髅是最初期的小怪之一，攻击没什么威胁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经常用头去接人家扔出来的骨头，是不是跟我属狗相关啊？这个是属性弱点吗？刚才玻璃碎裂之后的那个怪，最好像我那样处理，先把它带出来，然后利用一个全屏的攻击。好，这里咱们开始魂斗罗的模式，看咱们攻击的位置啊，不大绅士了。最后美杜莎也试了我一下，别挂啊，先别石化，别石化，我看一下，够到了。有传言说在 BOSS 碎掉之前，咱们去触碰它，会拿到某种奖励。这个奖励好像只是精神奖励啊，没有什么物质奖励。我刚才是用的左手是右手，好像是右手。美杜莎呀，可惜了，这么大的一个 BOSS。可惜是敌人啊！好的，第5关啊，第5关这个场景不用我说了，大家看这个巨大的齿轮，各种台阶，一会儿还会出现美杜莎的头。这个地方就是石基塔，这种跷跷板实在是太坑了呀！很多地方不能直接上去，屏幕左方看起来也能够走，但是都是翻版，万一失误一次，有可能直接就掉下去了。所以我感觉还是右边的台阶稳妥一点。被美杜莎的头亲到脑袋了，哇，这下好疼，3滴血啊！这比蝙蝠的伤害可是高多了。美杜莎看起来也十分的聪明啊，他知道如果全力全身上来和我打架的话会吃亏的，因为我的手太厉害，所以他就只拿头和我战斗，这搞得我就无从下手了呀。本来你美杜莎蛇身弱点就不多，现在只剩个头，实在是太难对付了。好，这里我换副武器了，换副武器是为了打 BOSS。本关 BOSS 的设定非常的有趣，他是狼人，不对，我应该说是狼女。这不就更可惜了吗？美杜莎就够可惜的了，这狼女暴殄天物啊！又是一个向上走的场景，这种场景的难度一般都比较高，而且这个场景呢还会出现上方掉下来的齿轮。右边有5个蜡烛，这5个蜡烛的东西还是不错的，包括增加副器等级的道具。哎，撞到了，正好这里有一个隐藏的血量。如果没有掉血的话，我都不去捡啊。这个地方一定要慢一点，很多齿轮会掉下来。
而且这个齿轮它是有攻击判定的，攻击判定的大小大概相当于里侧圆圈的位置。你齿轮能滚动也就算了，你怎么能爬坡的呀？可能是之前转动带来的惯性吧，我只能这样解释啊。好吧，反正恶魔城的世界也不归牛顿管是吧？包括我跳起来之后是如何在空中左右移动的，没法解释啊。狼女变身了，她要和我打架，这和我想的打架不一样啊。无所谓了，大家注意这个表盘，狼女封起来是会拆这个表盘的，包括表盘上的罗马数字，上方的石头它也会拆，拆到最后呢，它开始拆表针。拆表针的时候，它就会陷入一个移动速度非常慢的状态。好，开始了，但是它血量不多了，这个时候打它是非常容易的。好的，哦，变回去了。哎，这个毯子想干什么？啊，这我不白打了吗？我忙半天为什么呀？我这么好的鞭子啊，浪费了。那好吧，本作流程比较长，分2期给大家录制。本期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